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捏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暖暖美漫辛普森家第25季第20集。一天清晨，辛巴叫醒了睡梦中的辛巴，看着眼前乐高辛巴的微笑，一天中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此。谁知道辛巴直接扯下了辛巴的手，不过没有关系，安上就是了。哪知道狗狗突然冒了出来，直接叼走了辛巴的手，还好柜子里多的是，重新再找一个安上就是了。早饭的时候，小新觉得今天家里有点不对劲，还以为是发现他们都变成乐高了，谁知道辛巴说是因为辛巴打了领结，孩子们应声附和，连小新都能够让玩具和食物在手中来回切换，一切都让辛巴是那么满意。这个世界从里到外都是乐高堆砌的，因为太过专注打电话给女儿买玩具，辛巴开车一不小心撞倒了小丑，不过没事儿，他们不会疼，只要把身体重新安装好就可以了。就是辛巴不小心把小丑和猴子的腿接反了，不过也不是什么大事儿。课间休息，眼镜仔向小新展示自己新得的宝贝啊，是一只臭鼬。谁知道这小家伙异常灵活，刚被抱出笼子就挣脱了小新的手，两条腿的还是没能跑过一只4条腿的。臭鼬直接钻到了墙洞里去，反正是乐高砌的墙。两个孩子直接沿着洞口扒起了砖块，红发威力大声呵斥了两个孩子，告诉他们这样下去整个学校都会塌掉。但是得知里面跑进一只臭鼬，红发威力想到了牛排，完全忘了自己刚刚说过的话，直接破墙而入。可想而知，就是学校塌了，室内教学直接变成了户外授课，连校监和食堂阿姨那些不可说的秘密也被撞破。校长找到了一切的罪魁祸首小新，毕竟是从他手里跑出去的。校长把搭建学校说明书递给他，必须一模一样还原出来。辛巴终于来到了买礼物的商店，把自己想要那套乐高玩具告诉了漫画男。漫画男还以为辛巴是给自己买的，辛巴实话实说自己是给女儿买的。漫画男一副了然的表情，表示大家都是这么说的。在辛巴喷出到那套玩具的一瞬间，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。辛巴看见了软乎乎的自己和辛小妹，那个自己正拿着这套玩具送给他。辛小妹很喜欢这份礼物，但是她更想得到父亲的陪伴。看着辛小妹那委屈巴巴的眼神，再不情愿也只得憋回去。辛巴和辛小妹一起玩起了乐高立体拼图，谁知这一次经历让辛巴彻底爱上了这个游戏，爱上了和辛小妹一起相处的时光。要知道，世界上绝大多数父母在陪孩子一起玩的时候，主要表现为无聊、犯困、无精打采，从来都是如此，没有例外。但是这个游戏好像让辛巴找到了和女儿沟通的桥梁，他在里面是享受的，这对于辛巴来说是很难得的。肉辛巴很高兴，这惊醒了乐高辛巴，他不知道自己看到的是什么，不知道自己和辛小妹为什么是那个样子，礼物也没有买，辛巴落荒而逃。他不能接受那个除了玩具而没有乐高的世界。回到家的辛巴向辛妈讲述自己看到的神奇世界，辛妈安慰他，可能只是大脑暂时供血不足，没什么的。他告诉辛巴，现在世界才是真实的，并用爱转移了辛巴的注意力，感觉心情好多了。辛巴来到了卫生间准备洗脸，没想到镜子里的他是那个在玩具店里看到那个肉的自己。辛巴还以为这是一面魔镜，可惜它就是普通的镜子，是他自己的意识开始苏醒了。辛巴安慰自己，那只是偶然事件。可是大街上商店的玻璃墙反射出来的也是那个样子，辛巴快被折磨疯了。他跑到老模子酒吧，希望能够喝点酒杀死自己的脑细胞，然而酒却不是他想的那个样子，啤酒塑料圈竟然变成了液体，浇了辛巴一身，慢慢的连眼前的人也变成了软软的样子。另一边的小新费尽了千辛万苦，总算搭了一个大概的框架，看着眼前的基础，他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。他凭着自己的想象搭建一个有攀援墙、有溜冰场、魔鬼教师，甚至还有鬼屋的学校。不得不说，这可能满足众多孩子对于学校的幻想。脑子一团乱麻，辛巴被辛妈带到了教堂，牧师正在讲述世界起源，最开始出现的物质就是积木。辛巴觉得世界不只有积木，他把自己看到的那些神奇事说了出来，并且随着他的话，他的手也变成了软软的模样。教堂里所有的人都惊呆了，只有辛妈牵起了辛巴软乎乎的手，他觉得这种感觉并不差。辛巴带着辛妈寻找问题的答案，当再次摸到那套玩具，辛巴又看到那个神奇的世界。辛巴正在和辛小妹一起搭建小春田镇，一切都很完善了，几乎每一处都完美复刻了出来。辛妈为这对父女带来了好消息，下周有搭积木的比赛。辛巴当即又放了好友的鸽子，决定和辛小妹一起去参加比赛。在一天，辛巴搭建好了啤酒厂，正准备向女儿展示的时候，女儿却不在迷你春田镇旁。辛巴找到她的时候，她正在和朋友一起聊天。在辛巴向辛小妹的朋友介绍自己是她的玩伴兼闺蜜后，没有瞧见女儿和朋友们表情的不对劲，自顾自地说着积木的事。辛小妹只好向朋友们陪笑，他们也没有多说什么，只说周五见之后就告别了。可是那天正好是积木比赛的日子，辛小妹感到十分抱歉，但是她不想失去和高年级学姐一起玩的机会。辛巴只得难过地离开了辛小妹的房间。辛巴很难过，辛妈在一旁安慰他，这不是他的错，是辛小妹长大了。即使这样，辛巴还是觉得很难过，好不容易才培养了和女儿的共同爱好，现在又没有了，自己还是融不进女儿的圈子。失落万分，辛巴只得独自去参加积木比赛。看着
着在自己一旁参赛漫画男，搭的是他曾经在新小妹房间看到的他的那个新偶像，辛巴又开始伤心起来，就是这个人抢走他的女儿。他转过头看着自己和新小妹一起搭建小春田镇，里面还有他们牵手小人，辛巴真希望能够住在里面，事事恰到好处，人人快乐。正当他这样说着，身后漫画男搭建模型就倒了下来，正好压在了辛巴的身上。辛巴明白了自己看到的神奇世界才是真的现实，也在漫画男嘴里得知了搭建这个世界的真正原因，那就是害怕女儿会不再爱他。他想把最美好的东西都留在这里，也知道自己可能会永远都处在幻象之中。但是辛巴没有沮丧，反而感到很高兴。不愧是你呀，红墨。辛巴觉得这就是他想要的生活，永远也不会有坏事发生。即使把直升机砸下来了都没有关系，因为重新拼一下，他又会和新的一样。在这里没有那些讨人厌的电影，他可以永远和新小妹愉快的玩耍。可说着说着，他就发现了不对劲。这个世界确实是美好的，但是所有事情都一成不变，他们不会变老，不会走向死亡。辛巴终于明白自己错了。可孩子们玩耍时间之所以珍贵，是因为终有一天他们会长大。他应该回去，应该在孩子们还没完全长大之前多陪陪他们。辛巴看着眼前自己买的堆积如山的日用品，有些遗憾，但是还是表示了理解。既然已经打定了主意，辛巴就去漫画店找漫画男。虽然漫画男试图用乐高世界美好让辛巴回心转意，但是辛巴去意已决，多说无用。漫画男告诉辛巴，只要打开那套玩具，他就能回到所谓的真实世界。但是他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，因为他是辛巴更爱这个世界那部分灵魂。他要阻止辛巴回到现实世界中。顷刻之间，漫画店就变成了坚不可摧的城堡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召唤了海盗和忍者。绝望之中，辛巴只能仰天疾呼：谁能救我？已经搭建了12座学校，小新听到了老爸的召唤，虽然校长就在旁边守着他，也没能阻挡他的发挥。很快他就搭好了一门大炮。就在海盗和忍者就要把辛巴剁成碎片的时候，小新驾驶他机器人前来解救辛巴。他放出狠话，让这两队人马哪里来回哪里去，滚回丹麦。总觉得小新也是魂穿进来的，小新一出手就知有没有。在他的猛烈攻势下，两队人马都失去了战斗力。漫画男城堡也被倒下的小新机器人压得粉碎。在满地的废墟之中，辛巴找到了回家钥匙，打开它的瞬间，辛巴变成现实世界的样子。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，辛巴亲吻着前来送钱的乐高星妈，无论在任何时候，她都是他心里最美好的部分。告别乐高星妈，他进入了那个盒子中，随着小新的呼唤，意识重新回到了辛巴的身体里。他很奇怪，为什么新小妹会在这里？原来是因为他意识到了这对于爸爸的重要，所以推掉了电影跑过来的。但是辛巴已经不再是那个不想让女儿长大的父亲了，他接受了女儿始终会长大的事实。他希望新小妹能和朋友一起去玩。新小妹十分高兴，因为她有一个如此通情达理的老爸。辛巴还是想试着融入新小妹的世界，和辛妈一起坐在后面，看着女儿新迷上电影《求生游戏》，连绵不绝的情感戏打击了辛巴的信心。他只想看小孩子互相残杀那一段，看来这一次恐怕不能找到共同语言了。本集动漫致敬了乐高大电影以及饥饿游戏，采用了全员乐高的方式向我们展示 Q 们的辛普森一家。除了在人员的外形上别出心裁，溢出屏幕的父爱才是被俘获的理由。正如辛巴在最初体会到和女儿在一起的快乐时所说的，绝大多数父母在陪孩子的时候内心都是极不情愿的，那时候他们心里想的应该就是孩子快快长大，不要再让自己陪着玩这样幼稚的游戏。当辛巴找到和女儿的共同点，找到两代人的桥梁，这个时候大概是作为一个父亲最快乐的时光。然而好景不长，女儿很快就有了新的朋友和爱好，失落和难过让她躲进了一个自认为完美的世界。她不愿意醒来，不愿意接受女儿长大的事实。你可能会觉得她怎么能这么孩子气，不负责任？可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深深的爱。其实在现实中也有很多这样的父亲，他们有时内心十分的孩子气，尤其是当把女儿的手放在另一个男人手上，看她步入婚姻的殿堂，很多父亲大家都会觉得这混小子抢走自己的女儿，会想着怎么这么快女儿就要嫁人了。虽然父母时常把希望我们长大挂在嘴边，但其实我们都知道，不管多大都会被他们当作孩子。等到哪一天他们变成孩子需要陪伴的时候，请不要吝啬耐心和时间，因为曾经的他们也是这样陪你度过了漫长的岁月。请不要忘记，你的妈妈曾经也是一个爱撒娇的小女孩，是你的出现让她变成一个女战士。请不要忘记，你的爸爸曾经也是个拥有超人梦的小男孩，是你的出现让他成熟，成了你的专属超人。世界上最珍贵的礼物其实一直就在身边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咱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